欢迎收听 Chinese Listening 101，我是小晴。大家好，我是肚子饿到快翻过去又困得要命的阿力。哎呦，阿力，黑眼圈怎么这么深？昨晚是不是又熬夜看球啦？没办法，这届世界杯真的超精彩的，可是我的荷包已经大失血啦。大失血？哈哈，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昨天买了什么超贵的宵夜慰劳自己吗？唉，买宵夜只是小钱啦，重点是今早一看，我的股票跌得超惨。哎呦，只是看个足球，怎么就赔钱了呢？其实这两件事看起来没关系，背后可是藏着大秘密哦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世界杯，还有让股票下跌的神秘魔咒。哇，听起来超厉害！大家赶快准备好笔记本，我们开始喽4年一次的世界杯终于开始啦！这可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体育活动哦。没错，就算平常不追球，一到世界杯，全世界都在聊足球啦。可是这次比赛对亚洲球迷来说真的超辛苦。是啊，因为这次在北美洲举行，所以我们的时差很严重呢。哎，小晴，帮大家解释一下，到底什么是时差吧？没问题，时差简单来说就是两边时间不一样。比如说，台湾现在是晚上，可是美国可能是早上。原来如此，因为这个严重的时差，很多精彩比赛都在半夜或凌晨播出，想看现场转播就得熬夜才行。没错，熬夜就是到了该睡的时间，却忍着不睡。为了支持国家队，宁愿隔天上班疯狂打哈欠，也绝对要熬夜看完呐。既然都要熬夜，当然不能饿肚子嘛。在台湾看世界杯，绝对不能忘记吃宵夜哦。哎呦，说到宵夜，肚子突然又饿了。宵夜就是晚餐之后半夜吃的食物啦。那阿力看球的时候最喜欢的宵夜是什么？第一名绝对是刚炸好、热乎乎的盐酥鸡，配上冰冰凉凉的啤酒啊！想象一下，半夜2点，几个好朋友坐在电视前，拿着盐酥鸡和啤酒，跟着球员紧张欢呼，感觉真的超棒。真的，就算支旗的球队输了，至少肚子吃得很饱，心情还是不错啦。听众朋友们，你们看球最喜欢吃什么宵夜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。其实，除了美味宵夜，世界杯期间还有个有趣的现象，就是会出现很多一日球迷。一日球迷，这是什么说法？这说法很有趣哦，就是那些平常根本不看足球的人，只有世界杯才会突然变成疯狂球迷。哦，我懂了，可能根本不认识几个球员，连规则都不太懂，对吧？对呀，比如说会问到底什么是越位？越位是足球里比较复杂的规则，或者是会问为什么足球比赛不能用手拿球？虽然一日球迷不太懂足球，但其实只是享受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的感觉啦。没错，享受的是那种热血气氛嘛。世界杯就像让全世界一起庆祝的大派对。可是派对结束，我的荷包却大失血了。小晴，你刚说足球会影响股票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其实这有科学根据的哦。最近有篇财经报道，
看了以前的数据，发现世界杯期间全球股票市场通常表现得不太好。真的假的？可是最近经济明明还不错啊。即使经济不错，只要遇到世界杯的淘汰赛，股票下跌的情况就会很明显。等一下，什么是淘汰赛啊？淘汰赛就是一战定生死，赢了就能晋级，输了直接打包回家。这是世界杯最刺激的阶段。难道上一届世界杯也是这样吗？对呀，根据专家记录，上一届世界杯单在淘汰赛阶段，标普500指数便重挫5.4%，全球股票也跟着跌了将近5%。奇怪，只是踢个足球，怎么害大家赔钱呢？难道球员边踢球边卖股票吗？哎呦，当然不是，这其实跟行为经济学有关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研究人类情绪怎么影响投资的一门学问。那专家到底发现了什么秘密啊？专家看了过去30年的数据，竟然发现了一个超明显的心理现象哦，就是赢球不涨，输球暴跌。赢球不涨，输球暴跌，听起来有点不公平哎。因为人类有种不对称的心理，当国家队在淘汰赛输了球，球迷就会觉得非常伤心，也很悲观。悲观就是觉得未来很糟糕，什么都不顺利，对吧？没错，这种难过又悲观的情绪会让人失去信心，所以打开投资 APP 时，害怕风险的心理就会让人冲动把股票全卖掉。哦，所以大家觉得心情不好，不想投资，疯狂卖出，股票就跌了。是的，可是奇怪的是，赢球的国家却不会出现股票暴涨。为什么赢球应该很开心？难道不会买更多股票吗？想想看，球队赢了，你会开心到登入银行跑去买股票吗？当然不会啦，我会开心到再点份盐酥鸡，多喝2瓶啤酒庆祝啊！没错，赢球的快乐只会带来庆祝，并不会改变投资决定，也就是赢球没有蜜月效应。但是每一场淘汰赛肯定有一国会输嘛？对啊，2队踢球，一定有一队输。所以，随着比赛进行，输球的国家越来越多，这种悲观的卖压就会在全世界不断累积，最后拖累全球股市。天哪，原来人类情绪这么容易被影响，甚至扭曲理性判断呢。对啊，为了证明这点，有个经典心理学研究。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前，专家去问刚看完美式足球比赛的球迷。专家问什么？专家问战争会不会真打起来，结果发现支持球队刚好输球的人都非常悲观，觉得战争一定会发生，而且伤亡会很严重。哇塞，只是看球输了，就觉得世界末日要来，大家一起崩溃的感觉，真的太可怕了。所以，财经专家给大家很好的建议：世界杯期间，与其每天盯着股票担心钱变少，不如乖乖坐在场边专心看球就好。没错。心情容易受影响，就干脆不要看股票，我们还是专心点好吃的盐酥鸡当宵夜。就算球队输了，至少肚子是饱的。
对呀，而且没有因为一时冲动卖掉股票感到后悔，这才是世界杯期间最聪明的生活态度哦。说到这里，听众朋友们，你觉得呢？世界杯期间，股票会涨还是会跌啊？请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，等世界杯结束，我们再一起印证哦。好的，节目到了尾声，又到了今天的跟读时间了，我们来复习7个实用的单字吧。第一个，两边时间不一样，请跟着我念时差。时差。第二个，到了该睡觉时间却不睡觉，请跟着我念熬夜。熬夜。第三个，半夜吃的食物，请跟着我念宵夜。宵夜。第四个，平常不看球，只有比赛才看，请跟着我念一日球迷。一日球迷。第五个，一种投资工具，请跟着我念股票。股票。第六个，一战定生死，输了就淘汰，请跟着我念淘汰赛。淘汰赛。第七个，觉得未来什么都不顺利的负面情绪，请跟着我念悲观。悲观。大家都学会了吗？别忘了，赶快到留言区跟我一起分享你的看法哦。喜欢今天的节目吗？请按个赞，让我们知道，也让更多人有机会能看到这部影片。你的一个赞，就是对小晴和阿丽最大的鼓励和肯定哦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您在底下留言。See you next time. 我们下周见哦。